大家好 ，Crypto 昨天是出大事哦，黑客攻击盗走了价值15亿美元的以太坊，比特币现在也下跌，反正多头的利润我还是继续在 hold。2年之前也是欧美的一家交易所出事，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当时$20,000，比特币就是机会啊。那这一次下跌，比特币会是机会吗？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Web3 钱包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去中心化钱包，上面可以买卖一些没有上市的代币，当然也要注意风险哦。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记得2年之前，当时在这个位置哦，比特币从$20,000跌到$15,000，当时也是欧美的一个交易所，说倒闭就倒闭。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买的比特币是现货的话，我的观点是你尽量把自己的比特币转移到自己的冷钱包。所有的交易所，当然我不敢保证我是感觉可能欧美系的交易所是不是就是那一些坏人，该死的华尔街那一帮混蛋，他们有可能就是为了得到免费的比特币。那现在事情发生了，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下跌有可能是机会。不过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之前在这一个 15K 低点的位置，顶部跟底部的时间，你从这个高点 69K 画到这个 15K 的低点，当时在这个位置开始出现转折，它时间是406天，那这整个低位的区间全部都是机会。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的牛市，当时这根 K 线转折开始上涨，那从之前的顶部到这个位置转折也是406天，所以比特币的时间周期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哦？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跌到这一个低点的位置，接近$200，从顶部下来也是406天。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上涨，从这个底部涨到$20,000，它是涨了1000天左右，以及比特币在2019年的牛市涨了20倍也是1000天左右。那现在的比特币这一轮牛市，从 15K 涨到目前的位置，前几天是一直在跟大家讲，比特币目前只涨了600%，而且时间还不够1000天。我相信这个位置如果真的有下跌，应该也是机会当然也是希望朋友们新的资金，毕竟你之前的$50,000以下的比特币都没买，或者是现在要买的话$100,000，我是觉得应该还是会上不过你也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万一它短线下跌了，你可以有资金继续买入比特币所以比特币它昨天也没怎么跌还是在9万到10万附近的这整个区间，有可能就是一个箱体。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一次黑客盗窃的金额，它是历史上金额最高的。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目前整个趋势还是在的情况下，它有可能盘整。你要反，如果有挖坑，我相信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就是这个箱体昨天本来涨得好好的，现在价格下跌，我也不知道主力到底是要耍猴耍到什么时候，不然短期尽量观察，也就是这一个趋势线。聊了有几天了，短期这个位置看不要跌破，或者是昨天下跌，我们可以跟踪一下这根 K 线刚刚收盘，2月21号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现在是买了4000多枚的比特币。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 ETF 机构最近的动向20号是流出了3亿左右然后21号是流出了8000多万。所以我们再回到图表，它这个箱体现在也猜不准一个是在流进，然后机构那边 ETF 又是在流出，那有可能我的观点是目前尽量观察吧，还是那个10万美元是压力，或者是下方的这一个趋势线，我们观察它不要跌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就这几天价格又下跌，也是在猜狗狗币会不会有二只脚，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8月份到9月份就是有一个低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这边有一个二只脚，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真正出来的时候，它是整个中线的狗狗币，就是3个高点，当时视频也是有提到嘛，
一个高点、两个高点、三个高点，突破压回来，可能买点是在这种位置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目前上涨的趋势，它有可能是在走上行哦，就是先把前面的几个高点趋势突破，然后又洗回来。我们现在就观察一下，这边又有一个趋势，一个高点、两个高点又洗回来，或者是后面有没有可能突破以后，比如说在这边盘整的时候，趋势都已经不想往下跌了，或者是整个下降的趋势都已经出来，有回踩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去观察。反正我是相信狗狗币应该还是会继续涨。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